陆星辰。我想起来了，原来那天晚上你想弄死我。我那是不小心。所以你说你是不小心想要弄死我？哎，我意思是说我不小心。到底想说什么？好了，你在我这边耗了1个下午，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那我们是真的接吻了吗？不可能！你相信我，主编，你没有发现从那天之后你的生活就不顺了吗？就是因为你把顺利给了我，就是因为那个吻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啊？真的，主编，你信我吧，我那个朋友都说了，你想想你以前风光无限，你再看看你现在。信什么信啊？你出去啊！吵死了！出去！奥林匹克，你给我出去！其实呢，以前你要是跟我说什么运气会交换，我也不信。但现在，我不叫奥林匹克，我叫佟小优。这一切要从那天说起。运气这个东西，陪伴着我们身边每一个人。有人说运气是心情的一部分。有人说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，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说得清楚，运气它长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样的颜色。而这，就是我想象的运气。有的人运气好，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板陆星辰，他的运气非常好，好到连续6年拿到年度最佳时尚人物奖。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在公司里更是呼风唤雨，叱咤风云。哎，你们施工呢？你们绕行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而我的运气特别坏，今天终于排第1了。快等等，行得快点，快点上，快上！啊，你别好劲儿了，太紧，上面太紧了，下头。你决定主动去找你们主编了？我都在 check 2年了，主编都不认识我，我要给他看看我的设计稿。那我给你算算今天的运势。别算了，你算了10多年了，算来算去不就都那样？算算也没坏处。我得走了，我们主编9点钟准时出门。哎，发工资还早呢，少打车啊，慢点儿，别又摔跤。知道啦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停下来了？怎么了？这以前没出过这种状况。哎呀，我倒是常出这种状况，那怎么办啊，师傅？小姑娘，你先下车吧。啊？我这车也走不了了，你要不换其他的车吧？钱我也不收你了，好吧？哎，有电了！我真的是打心里看不惯他，他又批评时尚圈，又批评模特圈。如果他真的够胆的话，主编，半个小时之后我会到楼下接您，接您去参加时尚人物。喂，哎，都超重了还挤，哎，真是这么严重？什么关什么？快下山，快下山。
真的够胆的话，你就来我们下一站 runway， 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吧。我一定要在他上班前遇到他。主编，请您推荐我加入设计部，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。等我一下，主编。陆主编，拿来。你们真厉害啊！现在连我住几层都知道。拿去。陆主编，我是陆主编，救命啊！闭嘴！我是那个。我帮高哥讲话。发生了什么？干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这个倒霉鬼！陆主编，我不是您的粉丝。我这次过来的目的主要是，我希望您，我就是想让你推荐我当设计师啊！早，小优。走。早。哎，文健，小优，你总算来了，饮水机没水了。一会儿就好。小优，你早上都没水了，我都渴死了。马上啊。黄小优，泡水了，帮我泡杯茶，谢谢。今天有点晚啊。部长，什么时候可以调我去设计部呀？小优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那设计部就不是人待的地儿。你看我们行政部多悠闲自在呀。你看那谁，没事盘盘珠子，你要是去了设计部，还不得累死？可是部长，我的梦想是当设计师，我要做设计啊。我知道你的梦想，但是你在我们部门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现在可是我们部门的主心骨啊！今年评选最佳员工啊，我一定投你一票。部长，2年前我进 check 的时候，是因为设计部人满了才给我调到行政部来的。你说只要我表现得好，你就帮我跟人事部说。就是你表现得太好了呀！其实呀，我已经跟人事部说过了。他就是想再锻炼锻炼你，报告我都写好了。你看看，只要时机一成熟，人事部一签字，这事儿就妥了。你呀，就能放飞自我，完成自己的梦想了。一会儿帮我把这个送到办公室，我先去主编那儿看看啊。好嘞，谢谢媒体的朋友。我们现在不接受采访啊，一会儿再拍。我们主编啊，很喜欢拍照。哎呀，王总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呀。看您说的，陆主编能来啊，都蓬荜生辉了。来这边请，先合个影，然后进去观礼。是这样的，奖呢马上就要颁了，但是今年这个奖给了程佩玉，程总。这是什么？程总，他不是致力于慈善吗？这奖给他干什么呀？程总去年创办了新品牌严格。哎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你们这奖办的太有创意，我祝你们这节目越办越好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谢谢。哎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行了。媒体朋友，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这签名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了。我今天早上刚签的。哦，主编今天早上刚签的。
真的假的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也干不过3个月。来，给你。这个奖怎么会颁给了程佩玉？就是哦，去年创立了品牌，今年就获奖了，绝对有黑幕，他绝对有黑幕。肯定是。那个陈佩玉老公是谁呀？是陆任，他是那个什么教授，到处都是他的人，连我们时尚圈半壁江山，这一半的人都是他的学生。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设计师的生死。大力，以后记得问清楚，他们2人的场合我都不参加，听到没有？好，放心吧，我打听过了，今天这个奖啊，他们2个就没来，替严格来的，听说是新来的艺术总监，叫陆延之。那个人一样。哦，严格会得奖自有他的道理。啊，我回来了，累死我了。虾也在锅里，自己去吃吧。怎么样？看来又没成功吧？唉，没成功也没事儿，2年之后又是好日子。我明天就要去设计部啦！我先走了。啊，我跟你说点意思。不用算了，只要坚持每天比坏运气先走一步，我早晚会成功的。运气好不好不知道，心态是挺好的。快点，来不及了，没了，时间了。那个，你们俩设计的？哎，是。你们俩再等会儿啊。请问一下，这是谁设计的？我设计的。老刘，是你设计的呀？什么东西？主编说的。你们俩，啊，这是你们设计的啊？天才呀！你是用什么设计的？啊？你是哪儿来的理念？你是用你头想的，还是用你屁股想的？我用我脚画的都比你画的强。你们可真是天才呀！大力哥，哎呀，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设计部的黄丽，设计中的天才，还会点设计的天才佳琪。来，到这边来啊！我为你介绍一下设计部的一群天才：阿林，脱稿天才；小坚，偷懒天才；比利，天才中的天才；老刘，天才中的极品。坐下。大家好，我是从行政部调过来的童小优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大力哥，我坐哪儿？哦，对，来。等这个黄历被开除了，你就坐这儿。跟我来，你现在临时办公的地方啊。小白，这位是不是，这是你的新同事龚小优。你好。把这些垃圾收拾一下，帮忙。哦。小白，你们怎么都……我们设计部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。欢迎你加入我们不休息行列。你做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马上改。出去。就这样，我顺利地进入了设计部。然而，我服装设计师的生涯还没开始多久，便天真的以为主编看到了我的才华。大力，主编，帮我备车。好的。
这些画是你画的？啊，是啊。浪费时间画这种幼稚的东西，这是浪费我们7个的工资。主编，你说是幼稚，那我相信它就是幼稚，但我想知道为什么是幼稚，哪里幼稚？让开。主编，我想变得更好，所以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。垃圾，这一切怎么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？主编，我想变得更好，所以希望你能给我一点建议。妈妈，你帮我看看这张画要怎么改，我想变得更好。这特别好，你把这个地方，把手的结构再强调一下。好。早上好。啊，主编，你怎么把这么珍贵的2本书从家里带来了？难道是送给我？把这2本书拿去给童小优，请他马上看。你干嘛？我嫉妒他。主编让你把这些书都给看了。哦，好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送完就回来了。我是要你盯着他把书看完，然后拿回来。哦，快去呀！快看！我会看的，看完了我就还给主编，不用担心了。主编让我看着你看。不用这样吧，考试的时候有监考老师在旁边，谁都考不好。你就偷着乐吧，主编的书可从来都不外借。谁稀罕呢？他昨天还骂我设计幼稚。哟，你问问，整个杂志社他哪个人没骂过？包括这么优秀的我。那他骂就骂吧，他好歹告诉我为什么幼稚啊，一句话都不说。
看完了。主编说的没错，我设计的那些确实是幼稚。那要不要把你之前说的话转达给主编？那倒不用，你就转达一下谢意就好了。哦，还谢谢你啊，大力哥。不客气。干嘛不带上我？我说了，我不是陆星辰。主编，你这个助理到底怎么当的？为什么八卦杂志打电话打到我手机来？我也没想到，八卦杂志也那么八卦，把那些照片都给发出去了。那我们要不要做一下？你现在既然有时间，你还不如去把仓库打扫一下吧。你知不知道这几次送来的单品都脏得要死？出去！主编，这是童小优看过的书。看完了吗？哦，他都看完了。他说这2本书啊，对他特别有提高。他觉得他自己前20多年设计的确实幼稚。他说让我转告您，他对您是感激涕零。我来啦，清晨，有没有想我？有没有想我嘛？怎么了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有。哎呀，今天呢，我特意过来，因为最近外面绯闻传得很凶，我怕影响杂志的销量。但是，绯闻新闻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情。我看看啊，今天还是很帅，还穿了红色西装，领子也好特别，心情一定超好的。你觉得我不知道这几天的新闻是你曝光的吗？温喜，你是我们杂志的首席模特，可不可以请你多用点心在工作上啊？好吧，你不喜欢绯闻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个办法，给你看看啊。噔噔，你看，你看，像陆星辰这样的人，我真的是打心里看不惯他。他又批评时尚圈，又批评模特圈。如果他真的够胆的话，陆星辰，如果你真的够胆的话，你就来我们下一站 runway， 来对我们指指点点吧。但是你说这个主持人讲的不怎么样，一天天叫嚣你，我们去拿第1给他看。这个节目很火吗？超火的，现在超级多新的设计师模特都上这个节目，好多都没有名气，直接就变得超有名，都比我差呢。对，我听说了。我想去综艺，它的播放量我想去综艺。好，我让你去参加这个节目。真的？大力，我真的可以去吗？你当设计师吗？你去跟童小优说，请他以设计师的身份代表我们杂志社参加这个节目。啊？这已经是第7遍了。陆星辰先生让您以设计师的身份代表本杂志社去参加下一站 runway， 不会有第8遍了，加油！当时我感觉我的运气槽从来没那么的饱满过。包哥，哎，还是老样子，多加肉。好嘞。你呢，小优？啊？吃点啥？我也老样子。好，行。还没缓过来啊？我觉得我这次是时来运转了。你知道我模特是谁吗？温熙啊 ，Check 的首席模特，智慧女生，不仅走秀走得好，生活感悟写的那叫一个美。哎，我看你们主编对你这是下血本了。为了给你运气加成，是不是还得亲自去现场？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在做梦一样。从14岁起，你不是一直在做梦吗？
你也喜欢这件礼服吗？嗯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件衣服。我也很喜欢，相信我妈妈一定也很喜欢。这是你做的？是啊，这是我即将参加风尚杯的作品。我也想做出这种，当别人一眼看到就会感动到流泪的衣服，我可以吗？只要你肯努力，一定可以的。我叫童小优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那件衣服真的带给我特别大的感动。就你这故事，我都听了10几遍了。哼，我都听几10遍了，每一回都一样，细节都那么生动。哎，这证明他喜欢那个男孩。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在说，咱俩都在等。你在等什么？等打烊啊。那肯定是你先等到。那就借你吉言了。哎，那必须的呀！你看，今天豹哥都亲自端面了。你以为我想啊？这不小梁回家娶媳妇儿了吗？哎，那我可得多来几次，沾沾喜气儿，说不定哪天我也脱单了。加油！请问您是哪个公司的？啊，我是这次的参赛选手，我叫童小优。哦，你好，很幸会，这是我们的工作区，请跟我来这边好吗？哦，好，跟我来吧。请注意脚下安全。主编，下一站 runway 就要开始了。那我们是不是要下去看一看？在这里看。在这儿怎么看呢？走，别，明白，我去办，马上就去办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牧羊，欢迎来到下一站。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向大家重温一下我们的赛制，由上一期的冠军来首类，由其他的设计师来攻类。接下来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。别剪了，这点线头在镜头里根本就看不见的。再说，今天这件衣服我帮你穿，你一定会赢的。衣服不重要。是温熙小姐，但你别忘了，这个是个设计比赛。好吧，衣服还不错，我喜欢，帮你赢。我们刚刚欣赏完我们的擂主刘大奇先生带来的作品，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，深刻难忘。下面让我们屏息以待，我们第一位挑战者童小优和他的作品。童小优女士是时尚第一刊的设计师陆星辰先生介绍过来的。想必大家都知道陆星辰先生在时尚圈是什么样的地位。陆星辰先生让设计师往左，绝对不会有人敢往右；让模特往上，绝对还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。我曾经在节目里邀约了很多次陆星辰先生，这一次他终于如期所愿的到来。如果我们这期的节目有非常好的收视率，那么陆星辰先生有你一半的功劳。文熙小姐虽然不用再过多介绍，
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讲，他能登上我们 Runway 的舞台，也是他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。童小姐，您的这件衣服设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想跟大家分享呢？大家好，我叫童小优，在我14岁的时候，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设计师。今年我24岁了，这个梦想我已经坚持10年了。这件衣服代表的是我对设计的爱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，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但我想说，爱很简单，是爱让我坚持了这么久，也是爱让我能走上今天的舞台。谢谢大家。童小姐对设计的爱，真的是让人佩服。下面，我们请各位评委老师对你的作品进行点评。我感觉你这件衣服的剪裁有点问题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尤其是这条裤子，显得十分的廉价。我觉得你从腰带的颜色选择上就是一个错误。你选择黑色系的话，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。不是，这童小优的设计有那么差吗？他设计的这套衣服剪裁精致，十分通用，深浅层次表现得恰到好处。那您这是为童小优打抱不平的吧？牧羊明显买通评审，就为了打我的脸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您为什么还让童小优去啊？接下来，有请我们下一位挑战者陆延之先生，他带着他的作品即将登上我们的舞台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天啊，离奇！是他。不是，主任，这怎么了？啊？听说您是刚刚回国，请问为什么刚刚回国就来到了我们 Runway 这个节目呢？我虽然刚刚回国，但是我对国内的行情还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就先来试试水喽。是陆延之。下面，让我们的5位评委为童小优打出你们心中的分数。0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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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个0分。童小优女士，你也不要气馁，5个0不代表什么，人生都是从零开始，所以继续加油。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 Runway， 下期再见。简直就是我职业生涯的耻辱！赶紧把衣服脱了。Well， 小优女士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没有你们的参与，我们这一期的收视率肯定是爆不掉的。哦，陆设计师，恭喜恭喜！您的作品真的是非常惊艳，但是想不到，声名海外的陆任教授的儿子却奉行拿来主义，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。穆老师，你该准备了。OK， 加油！拿来主义。嗨。嗨。还好吗？很好。那个比赛的输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够重新再看到你，真的太好了。确定
你还 OK？ 我真的很 OK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设计的泥机，还有你，一直都是我实现梦想的一个目标。我能成为设计师，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再次见到你，我真的太激动了，太激动。你还挺特别的，一般人输掉比赛不应该是很沮丧，可是我感觉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我是很开心。确定还好吗？没事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之前见过？没见过。刘元气，我去，太小了。喂，主编，你不能因为我输比赛就打人啊！喂，哎，喂！张姐，麻烦您去我房间把我桌上的袋子拿过来，谢谢。爸，您找我。坐。你在 Runway 的表现我已经看到了，几个评委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们对你的表现也很认可。好的，爸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你设计的那件礼服。我倒是觉得这件礼服十分的精彩，妈，你觉得呢？爸，那件礼服您是有什么意见吗？还不错。你从国外回来，一直游手好闲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这刚刚回国，之前那些老朋友老是联系我。我跟你爸只是希望你多交些设计界的朋友。好的，爸妈，我知道了。严格呢，是去年我跟你爸一起创立的新品牌，这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在业界的口碑还不错。你看呢，我跟你爸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所以现在决定把它交给你来打理。陆任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你好好做吧。好的，爸。对了，妈。那天 Runway 比赛完之后，主持人牧羊跟我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。您让我参考了那张图，确定是您设计的草稿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妈，如果一定要让我参加比赛，我也可以自己设计。我只是觉得参考您的。你连你妈都怀疑啊？想让你爸认可你，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。好，妈，我知道了啊。小陆先生，张姐，谢谢。妈，什么东西？我给您做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包，是我亲手做的。您可以搭配不同的衣服，在不同的场合。胭脂，你这几年留学都在学些什么？能不能做点有用的东西？我只是希望你花时间在设计上面。
你老做这些有的没的。走吧，你说什么呀？你都别还嘴，没准啊，还有3个月赔偿金呢。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得5个0？可能是因为我的对手陆延之先生实在是太强，真的，我这几年在整个行业里面都没有看到比他更优秀的作品。那个裁剪，那个线条，行云流水。但是，我觉得他这次太执着于布料，让衣服的可穿性降低了。啊，是，我现在就带他去办离职手续。办完手续带他去那个黄历的位置坐。嗯。主编，您的意思是？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主编办最小的助理。啊？就是鄙人的手下。你之前给我那个调令是假的，今天我给你一个真的。5个0，以后就叫你奥林匹克。奥林匹克？哦。主编，我想您可能是太忙了，不记得我的名字。我是有名字的，我叫童小优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主编，打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保命符。保命符。嗯。陆主编工作习惯：每天早上1杯美式咖啡，加冰不加糖，不许带有异味的东西来办公室。每一个物品都有严格的位置，不许随便挪动。饭后1杯热。我是来上班还是来坐牢啊？哎，说对了，这是你坐牢的编号。奥林匹克就奥林匹克吧，起码听起来还挺有体育精神的嘛。我跟你打个赌，你干不了1个月，你信吗？哼，我就擅长跟麻烦比耐力。奥林匹克，叫你呢。哦，主编，你输定。赶快把开会的资料准备好。好的，好的。白痴嘛！大力哥，你帮帮我！好，我马上就到。送你的。是啊。别着急，慢慢吃。怎么到了设计部这么忙啊？让茹茹给你。哎，你奥林匹克，把样衣取回来。好。喂，小心！小心一点。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在这儿上班。我在严格上班，今天第1天。这么巧？嗯。那，怎么拿了这么多衣服呀？这对我来说算少的啦。啊。哇，这是你的包啊，真好看啊！你这个包。谢谢，这是我自己手工做的。手工做的？嗯，喜欢吗？送给你了。不用，
你太厉害了吧！这么复杂的工艺都能做出来。这是你们 Check 的最新设计吗？对。这个面料，你知道这个面料啊？这个面料是1945年的时候由法国研制而出的，当时都用作军用物资，后来在巴黎时装周上被设计成了女装，轰动了全球呢。还有啊，这件。这件我知道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，带去了中原文化，而且还把丝绸技术带到了中亚国家。这上面的印花呢，就很有早期中原文化特色。这应该是当时中亚国家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。真没想到你对布料还挺有研究的呀。没有你了解。其实之前出国的时候，我学的不止设计，还研究了一些布料。你出国了？嗯，差不多在10年之前。怪不得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你。你见过我？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事，我下回再跟你聊啊。嗯。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有一个想学设计的女孩啊？10年前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我现在遇到一个。遇到这个傲娇鬼真太倒霉了。让开！主编，你可不可以多分配给我一些跟设计有关的工作？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设计师。这让你去拿5个0啊！我是想多接触一些跟设计有关的东西，而不是做这些杂事。做什么？杂事？你主编，我主编啊。当然您是主编了。那就照我说的去做。谁把垃圾桶放在这边啊？收拾干净。奥利米克，这是这一期的样稿，看完给我感想。早说嘛，吓死我！你好，我找一下设计部的童小优。哎，你是陆言之吗？就是那个跟童小优一起参加比赛的那个设计师。嗨。真的是你啊！你好帅啊！谢谢。那辛苦。啊，童小优他现在不在我们公司设计部了，他现在是我们公司主编办职位最小的那个助理。助理？嗯。那辛苦。好。童小优在公司吗？他出去办事了，应该马上就回来。好，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嗯，谢谢。好帅啊！陆言之，你怎么来我们公司了？跟我们杂志社有合作？怎么可能？我来肯定是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？我刚刚听说，你已经成了陆星城最小的助理了。对，我想跟着他学点东西。那这个可能现在很适合你，记得回去好好看。什么呀，这是？头发乱了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主编让你整理的资料，这么多，今天晚上就得交给他。有这么剥削人的吗？如果你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你可以去找他提呀。我要是敢找他，我不早说了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到这些资料吗？有多少人想为我们的主编服务吗？这是你的荣幸。谁稀罕啊？我现在可是块香饽饽。主编，这些是你要的布料，这个是大家的工作总结，这个是你要的素材，我都整理好了。你要是困的话，可以抽自己2巴掌。把那些拿过来给我看。主编，你都不会累吗？像你这种一天工作不到8个小时就会累的，应该是还没进化好的人。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天赋异禀。那你凭什么想当设计师？我没有天赋，可是我也是有目标的。会实现的叫做目标，不会实现的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白日梦。那如果我跟你一样，每天工作15个小时，我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优秀吗？不会。那如果你会过劳死。那我先去死了。回来，把这边全部做成电子档。什么时候要啊？明天早上。啊？啊？如果是大力的话，几个小时就能做完。我让你到明天早上，你啊什么啊？都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不能让他看不起我。又跟谁置气呢？陆星辰，我虽然不如他有天分，但我不想连努力都输给他。什么啊？他让我整理的稿件。行吧，打字我擅长，我帮你打，你去休息休息。不行，他虽然人不怎么样，但让我整理的东西还不错，我就算因祸得福了。我是怕你还没实现设计师的梦想就先升天了。不行，我要撑下去。早。早。好嘞。没问题，一定严肃处理。对，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失职，我们的失职。好的，我们常联系啊。抱歉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保持联络。童小优，你干的好事。我又怎么了？这些稿子是你审的吗？是啊。这些稿子涉嫌抄袭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广告客户给我的稿子。我们这审稿是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。好了，现在复印了一半，如果停业，你知道损失多大吗？现在社长都知道这个事情了。社长都知道了。奥林匹克，你自求多福吗？
我说呀，我才休假几天回来，公司就发生这种事儿。你就是童小优？我说陆主编呢，这么大的失误，你得给公司一个交代呀，不然其他员工也会跟着懈怠的。说完了吗？我也是公司副主编呐，发生这种事情我也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呀。Hello， 这次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我会处理，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你怎么处理？这次的责任都在我，二位能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好，我听听，你想怎么负责到底呀？我们的稿件中不是提到了设计吗？我想我们说不定可以去采访一下这个行业的权威，比如说陆任教授。哎 ，Good idea。如果你真的采访到，你如果想要跟我撕破脸的话，你继续说下去啊。我说陆主编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每次提到采访陆任你就这样？难道够了？我不想听。这个提议很好，但等你当了主编的时候再来说吧。我可不想当主编，这种压力啊，谁受得了？你说是吧？还有事吗？出去吧。画的完美一点，一点瑕疵都看不出来啊！哎，希姐，为什么还不开除了那个童小优啊？林副主编本来想开除他的，谁知道被主编保下来了。清茶，我在这儿。主编好，主编好。陆主编好。清茶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是不是超美的？我美吗？风衣那套怎么没有拍？那个太热了。这样吧，让你的小助理来帮帮我，好吗？好不好？走吧。化妆师他的妆要盯一下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这几双鞋子都不好看。往左边一点。你过来，过来。你现在去 All High Love， 把那双最好看、最新的高跟鞋给我买来，我要银色的，听见了吗？我不会去的。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新城，新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觉得他这个环境有点单调，待会再让你帮我修，然后我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场景不错的地方。好，先麻烦你。你等着。我让他帮我买双鞋，他都不愿意，是我拍摄的高跟鞋。我来是跟主编一起工作的，并不是来给你跑腿的。哼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？你说话，你说话。他说的没错。10分钟后，如果你再不换装，我们就换人。小欧过来。主编，我给你添太多麻烦了，要不你还是别让我当你助理了。这就是你对你的梦想的坚持啊！真的，我从小就很倒霉，不仅自己倒霉，还容易牵连到身边的人。你不要为你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好不好？我证明给你看啊！主编等着。下签，下签，还是下签。主编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一直鸿运当头，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很倒霉啊。
我出生那会儿，医生忙着抢救我妈，把我忘在外面，差点冻死了。我这么做，纯粹就是为你好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人就是智商不够。都什么年代，你在讲什么话？下签。主编，你帮了我这么多忙，我真的不忍心把霉运传给你。你不要等。哎！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没事吧？我低血糖。低血糖？让开！起来！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了？童小夭。童小夭，你对他倒是挺好的。难道你要看到他死在我怀里吗？没事儿吧？主编，我们该走了。我还不能走，我要等童小夭醒过来。可是客户发布会就要开始了。我主编，你主编。低血糖是我的老毛病了，但已经很久没发作了。那次还好有主编。你记得明天早上啊，明天早上那个 Oh Hello 的设计师帮你约好了。还有刚刚，谢谢你。赶快回去收拾东西。哦，好。大力，哎，主编，待会帮我买糖。买什么糖？什么糖都可以。不是，主编，您不是不喜欢吃糖吗？买那种东西。你什么时候废话这么多啊？开车。哦，好。把我外套口袋里的项链放在办公桌上。找什么呢？我找你的小熊熊。我去找个朋友。朋友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款式的戒指？没有，对不起啊。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有这种款式的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款式的项链？不好意思，没有。那戒指呢？也没有。谢谢。你反正得来接我。你要是不来接我的话，我才不去。大力哥，你还没下班啊？啊。我再约个局。
我问你件事儿呗，你知不知道主编脖子上老戴那个项链啊？当然见过，那是他的命根子。那你知道他在哪儿买的吗？不知道。那算了吧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我也想买一个。啊，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哎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在前几年啊，我有一回把他那项链弄到了地上，我的妈呀，他差点让我去看库房。怎么的？你到了？好嘞好嘞，我马上下来啊。等我，亲爱的。哎呦，准备开始喽。我在哪儿？他怎么了？小优，是不是我今天面做的不好吃啊？我把我们老板的项链丢了。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不就是一条项链吗？你直接告诉他丢了不就好了吗？他会杀了我的。哎，人无完人，毕竟你也是初犯。不是初犯，我之前已经犯过一次死罪了。杂志定稿的时候有一张图是抄袭的，我没发现，直接拿去复印了，被社长知道了。啊！但主编也没有辞退我，反倒是帮我弥补了错误。紧接着，杂志拍摄我又跟模特起了冲突，但主编还是站在我这一边。关键时刻我低血糖犯了，晕倒了，是他救了我。哎，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儿啊？心脏不好都让你吓死了。哎，我是不是误会我们主编了？虽然他平时对我这么剥削，但关键时刻他让你倒在他怀里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花痴啊？宋如如，我都说我晕倒了，你不关心关心我？我当然关心你啊，但这不是看你好好的吗？所以更关心你的终身大事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老板也不是有言不尽的人啊。你看看你这犯了几个错误，随便拿出来一个都能千刀万剐。这一对比啊，丢项链真不算什么。大力哥说了，那个项链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要不去国外躲几年吧。如如，你可千万别找新的室友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充个公交卡都10块钱10块钱的，你还有钱去国外？要不你找一条一模一样的？我在网上都搜遍了，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。我请了一个人来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。网上肯定是没有一模一样的，但只要给我一张项链的图，我就可以帮你搞定了。你终于来了。你说你可以做。对啊。对，你一定可以。图是吧？图我有。走，谢谢。这个是我画的图，一模一样的。我看看啊。这么相信我啊？不相信你是死，相信你还有可能活呢。我相信你。这位先生，你好，我叫陆言之。啊，宋如如，小优的室友。你好，豹哥，面馆老板。陆言之，你好。豹哥的面馆看起来还挺好的，我正好需要一个场地做这条项链。场地？奥林匹克。主编，什么事啊？我的项链呢？项链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放昨天那个包里了。明天我一定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我现在就要。啊？现在啊？还好，
我小时候的偶像，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援手，我都还来不及好好谢谢他呢。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哇，真的一模一样。能帮到你就好。我得先回去了，下回请你吃饭。一言为定喽。宁静，主编，项链我给你找到了。在哪找到的？我在家里找到的，放包里了，我给忘了，找了好久呢。主编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过你找到了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啊？你是谁啊？你还不明白你错在哪里吗？我错在不该粗心大意弄丢你的项链。你做错事不主动承认错误，你还想说谎，这就是你在工作上的态度啊。第二，你居然敢造假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行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抄袭。我真的是傻，我明明已经给过你第二次机会了，我居然还会再相信你。对不起，主编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想了很多办法，我不小心把你的项链弄丢了，然后我就想上网找一下，可是网上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卖，我迫不得已我才找人帮我做。够了！你被开除了。在这破公司干了2年，现在让我走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